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后商周，七雄五霸斗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。前人田地后人收，说甚龙争虎斗。感谢您来到烽火照东南，这是悠悠南北朝系列视频的第23期，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。如果喜欢请帮忙点赞，也可以点击关注或者订阅，以防迷路。话说南北朝时期，南陈自武帝开国以来纲纪粗备，天下渐安，又经历了文宣两朝，府库充足，民食有余，整个江南逐渐富庶起来。可是到了后主陈叔宝继位，这位新皇帝专好声色诗酒，国计民生渐渐开始走起了下坡路。咱们单表一下陈叔宝的后宫，有一美人，姓张名丽华，本是兵家之女，父兄以织席为业。10岁这一年被选入东宫太子府，最初只是梁地宫室的一名普通侍女。偶然间被陈叔宝见到，惊为天人，仔细端详了良久。陈叔宝对宫侍说：“此国色也，卿何藏此佳丽而不令我见？这么国色天香一个美人，你怎么藏着掖着不让我见呢？”宫侍回答道：“妾为殿下此时见之，犹嫌其早。我觉得您现在见她仍为时尚早。”陈叔宝很是不解，宫侍接着解释道：“7年尚幼，不足以受殿下采折。”陈叔宝由此明白了宫侍的意思，心里虽然喜欢，但怜其幼弱。据说直到张丽华年满13岁，才将其纳为妃妾，两人自此恩爱缠绵，如胶似漆。陈叔宝一继位就封为贵妃。那么北有冯小莲，南有张丽华，这位后世人口中的红颜祸水，除了把陈后主迷得神魂颠倒，还曾让隋炀帝杨广为之扼腕叹息。而中国历史上知名昏君陈叔宝，在助攻杨坚一统江山的道路上，也有着相当独特的贡献。悠悠南北朝的最后一期，我们就来聊聊他们的故事。南朝的陈宣帝陈顼的个人繁殖能力很强，一生共有42个儿子。嫡长子陈叔宝，柳皇后所生；次子始兴王陈叔陵；四子长沙王陈叔坚；二皇子陈叔陵少机变，驯声色，宣帝很喜欢他。可是陈叔陵恃宠而骄，性格古怪，王公大臣们对他多有忌惮。年16出任江州刺史，严苛御下，日益暴横。陈叔陵有3大爱好，第一个，尤其喜欢召集宾客闲聊天，往往总会通宵达旦，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散。第二个爱好是常在入朝的时候于车中马上手持书卷高声朗读，以此博取好学虚名。第3个爱好比较缺德，专好刨坟掘墓，闲着没事了就喜欢到山里转悠寻找墓穴，但凡有些名望的不论古今都会命人发掘，取其实质骨气，连带墓中的骸骨一并拿在手中把玩。他的治所附近不远有座梅岭，此前的不少王公贵族都葬在那里。陈叔陵的生母彭氏临死前嘱咐说，也想葬在梅岭。老太太去世之后呢，陈叔陵命人到梅岭刨开了东晋名相谢安的墓，弃去安臼以葬其母，把谢安的棺椁扔在一边，把他的母亲安葬于此。这就是陈顼的二皇子陈叔陵。四皇子长沙王陈叔坚，他的母亲何氏本是吴中酒家女，陈顼年轻的时候经常到他家喝酒，一来二去有了感情，后来生下了陈叔坚。陈顼称帝之后，母以子贵，封为叔仪。陈叔坚字子成，少节侠，凶虐嗜酒，尤好术数卜筮，融金琢玉，并究奇妙。陈叔坚看不过他的二哥陈叔陵，每每与其暗中较劲争宠，彼此相忌。到陈顼病危，太子陈叔宝、始兴王叔陵、长沙王叔坚哥仨一同奉诏入宫侍疾。陈叔陵此时心怀不轨，他吩咐点药吏切药刀甚钝，可利之。说你那切药的刀太钝了，该磨一磨了。其实是因为依照律令，诸王入宫不许带任何利器，他想用这个切药刀行凶。太建14年正月初10，陈宣帝陈顼驾崩，享年53岁。
后宫慌乱之际，陈叔陵命左右出去取剑，结果左右侍从理解错了，给拿来了朝府所配的木剑。陈叔陵顿足大怒，这一幕刚好被陈叔坚看到，因此怀疑他要意图谋逆。哥仨依次排开，跪在大行皇帝陵前。陈叔坚起身如厕的功夫，陈叔陵抽出切药刀，照准陈叔宝的脖子就是一下。太子闷绝于地，旁边的柳皇后和乳母吴氏拼死拦住陈叔陵。陈叔宝浑身是血，勉强爬起来，得以脱身。这个时候，陈叔坚已经闻声赶了回来，从后面抱住陈叔陵，夺下切药刀，又用其衣袖将陈叔陵简单绑在了柱子上。就在陈叔坚寻找太子所在，想要询问如何处置的时候，陈叔陵奋力挣脱，跑回了东府。随后发动叛乱，不惜重金招募百姓，放出东城囚犯为兵。可惜很快被老将萧摩诃剿灭。败局已定，陈叔陵将其妻子姬妾尽数陈井，他自己最后被萧摩诃斩杀在了逃跑的路上。3天之后，陈叔宝继皇帝位，也就是陈朝的末代皇帝陈后主。后主陈叔宝养伤的过程中，包括他的正妻沈氏在内的一众妃嫔一律不得入内，唯独准许张丽华服侍左右。痊愈之后，陈叔宝对张丽华自然更加宠幸。此时的张丽华尽指闲暇，容色端丽，发长7尺，枕黑如漆，其光可见。又常于阁上静妆，或临窗独坐，或凭栏远望，见者皆疑是嫦娥出世，仙子临凡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位神仙姐姐还特别聪明，十分擅长察言观色。陈后主继位之时已经年满30，但由于自幼生于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，以至于个性柔弱，专好诗文音乐。登上帝位却对军国政事不管不问，百司起奏多数由太监蔡托儿、李善度进请。陈叔宝时常把张丽华抱在怀里，共同决议。蔡李二人有记不清的，张丽华总能并为条书，无所依托。除此外，在人际关系方面，张丽华也都处理得游刃有余。后宫的其他妃嫔对其贤德之，敬言贵妃之善。后宫家属犯法，只要向张丽华祈求送礼，无不开脱。王公大臣如不听从内旨，只要张丽华一句话，陈叔宝对他是无不言听计从。起初这张贵妃仅仅是执掌内事，后来渐渐开始干预朝政，又与孔贵嫔勾结，笼络宦官蔡托儿、李善度等人，由此逐渐的掌控朝政，致使内外交结，卖官鬻爵，上下解体，国事日坏。张丽华是一个完美情人，她的存在让本就胸无大志的陈后主越发沉溺于温柔乡中，无法自拔。南陈自武帝陈霸先以来，全都崇尚节俭。陈叔宝嫌弃住所不够华丽，于是在继位后的第2年，在后宫建起临春节起望仙3阁，高数十丈，并数十间，穷土木之奇及人工之巧。其中的窗户、壁带、悬眉、栏杆之类，一律选用上等的陈檀木打造，在饰以金玉，建以珠翠，外施珠帘，内设宝床宝帐，服玩珍奇，器物瑰丽，尽是极品。3阁之下，积石为山，饮水为池，再栽上各式的奇花异草，每每微风拂过，香闻数里。朝阳初照，光映后庭，月明之夜，恍如仙界。陈叔宝自己居住在临春阁，张丽华住在节起阁，公孔2位贵嫔住在望仙阁，3阁之间通过妇道交相往来。或许就是在这个期间，陈叔宝创作了那首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亡国之音《玉树后庭花》。丽宇芳林对高阁，新妆艳质本倾城。映户凝娇乍不尽，初为韩泰笑相迎。腰肌脸似花含露，玉树流光照后庭。200多年以后，晚唐诗人杜牧来到秦淮河畔，感怀家国人士的无常，写下了千古名句：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尽管很早就有平陈统一的想法，可是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在登位的最初几年，一直采取的是讨好拉拢的对陈策略。
原因无他，东西南北全都不太平，尤其是北边的突厥始终虎视眈眈。大隋立国之初，根基不稳，杨坚必须避免南北两线作战。在这个期间，他接受了长孙晟的建议，对草原上分属不同阵营的突厥势力远交近攻，以强扶弱，用离间计使得突厥内部纷争不断，刀兵四起。突厥逐渐分裂成东西两大集团，再也无暇南顾。长孙晟是谁呢？相比之下，他的女儿和女婿要更加有名。女儿是后来大唐的长孙皇后，女婿呢，则是唐太宗李世民。开皇3年，北方的突厥人陷于内战，杨坚开始逐步耐心系统的谋划南征。考虑到此前的赤壁之战和淝水之战，曹操和苻坚同样是国力强盛，却最终惨遭失败。杨坚深知平陈这种灭国战争不是寻常边境冲突可比的，于是选择示敌以弱，稳扎稳打。那么有哪些具体表现呢？首先，遣使往来，言辞恭敬。陈宣帝陈顼去世后，杨坚派出使者前往建康吊唁，两国此后逐渐重归于好。在给陈朝的国书当中，落款直接署名杨坚，而不写隋朝皇帝，还要加上顿首以示恭敬。其次，不纳降将。开皇3年夏4月，陈颍州城主张子基请降；开皇4年8月，陈将夏侯苗请降，全都被婉言谢绝。有被识破并抓获的奸细，一律厚赠一马，全部放还。再有，严令边将只守不攻。陈朝边将有越境挑衅的，只需防守，不许主动出击。杨坚放低姿态，频频示好，为的是麻痹陈朝君臣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是欲擒故纵，可偏偏陈后主就喜欢吃这一套。除了麻痹对方的策略以外，杨坚还接纳了高炯的建议，一边继续示好，一边有限度的打击扰乱南陈。江南江北气候不同，农时有异，每到江南收割庄稼的时候，江北的隋军就厉兵秣马，做出准备南征的姿态。陈军开始聚兵响应之后，隋军又解甲不动，如此反反复复之后，陈军开始对隋军调兵遣将开始习以为常。此外，江南房舍多用毛竹搭建，粮食之类的不像北方都存放在地窖里。隋军派出间谍，阴风纵火，一烧一大片。等到陈朝这边又建好新的房舍，再去烧一回，如此反复，南陈被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，军民身心俱疲，不堪其扰。通过长期的麻痹和扰乱，南伐的时机逐渐成熟起来。到了开皇8年3月，杨坚下诏隶属陈叔宝20大罪状，对外正式宣布要南下伐陈。经过一番细致且充分的准备，开皇8年10月底，杨坚扣留了陈朝的使者，在太庙祭告了祖先之后，以晋王杨广、秦王杨俊、清河公杨素为帅，3人各领一路大军，总兵力50万8千，分别从长江的下中上游3个方向，东接沧海，西连巴蜀，誓师伐陈。上游的杨素和中游的杨俊负责牵制陈朝兵力，下游的杨广负责指导南陈首都建康。到了12月，杨俊率军进驻汉口，做出了准备渡江的样子。陈军闻讯，抽调数万水军回防，上游的杨素由此顺流东下，舟卢舰船布满江面，旌旗甲胄鲜明耀眼。很快在狼尾滩打响了平陈第一战。沿江镇戍要塞听说隋军将到，相继飞书奏报朝廷，但是中书舍人施文庆、沈克清把奏书全部压下，没有呈报天子。此时的陈后主为了新年元会，命令江徐2州沿江镇防戍守的船只全部开返建康，致使附近江面没有一艘战船布防。护军将军樊毅对尚书仆射袁宪说，京口采石都是战略要地，应该各派出精兵5000镇守，还要出动金翅舰船200艘，沿江上下往来巡查，以为防备。袁宪和老将萧摩诃以及一众文武都很赞同这个建议，但是再次被把控朝政的施文庆、沈克清拦下。二人对陈后主说，此事常事，边城将帅足以挡之，若出人船，必恐惊扰。就是这种狗屁不通的道理，
把陈叔宝忽悠得云山雾罩。到了隋军进至长江北岸，大批间谍探子出现在江南地区，原县萧摩诃等人再三奏请调兵布防。由于施文庆等人从中作梗，陈后主本人昏聩无能，商议了很长时间，却始终没有进展。陈后主曾若无其事地对身边近臣说：“王气在此，骑兵三至，周师再来，无不摧败，彼何为者耶？”北齐曾3次来犯，周军也曾2度大军压境，全都无功而返，惨遭失败。现在隋军来犯，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边上的都官尚书孔范拍马屁说：“长江天堑，古以为县隔南北，今日鲁军岂能飞渡耶？边将欲作功劳，妄言事迹。臣每换官卑，鲁若渡江，臣定做太尉公矣。”说长江啊，自古以来都是天险，隋军难道会飞不成？这都是边将立功心切，谎报军情。我常以为自己官职太低，隋军如果过江，我一定可以建功立业，荣登太尉了。后主听后是哈哈大笑，由此接着奏乐，接着舞，纵酒宴饮，赋诗不辍。公元589年大年初一，大雾弥漫，入鼻心酸。在一场欢乐的新年朝会过后，陈后主沉沉睡去，一直到下午3、4点钟才醒过来。就在这一天，隋将贺若弼率军由广陵悄然过江，韩擒虎也领着500甲士夜渡长江，并十分顺利地一举攻占采石。此时的隋军主力由晋王杨广率领，屯扎在六合镇桃叶山附近。很快，贺若弼于北线攻克京口，又率军进据中山，屯扎在白土冈以东。韩擒虎于南线攻占姑蜀，领着杨广派来的2万步骑，屯扎在了新林。隋军所到之处，陈朝军队望风溃败，建康内外大为惊恐。当时的建康仍有军队10余万人，那个自认王气在此的后主陈叔宝，生性懦弱，不懂军事，日夜提气。又听信施文庆的谗言，对军中将帅的启奏请求绝大多数都没有批准。老将萧摩诃见敌军立足未稳，就提议主动出击，趁着贺若弼旋军深入，垒堑未坚，派一支劲旅突然发起攻击，攻之必克。从吴兴入援的任忠建议打持久战，建康当下兵精粮足，随军来攻，不要轻易出战，然后分兵截断长江水路，再以精兵1万顺江袭取六合。淮南市民必然群起响应，来回拉锯，维持到水际，上游的水军也能赶来增援。如此一来，敌军可以不攻自破。无论是萧摩诃提议的主动出击，还是任忠固守待援的策略，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不失为良策，只可惜都没有获得陈叔宝的认可。然而就在否定了萧任2人之后，转一天，陈叔宝又说：“兵久不决，令人复烦，可呼萧郎一出击之。”久拖不决的战事让人心烦，于是命萧摩诃领兵出击。这种完全出于陈叔宝个人喜好的决策，让本就士气低迷的南陈更加军心不稳。20日，陈军在台城以北摆开阵势，中领军卢广达在白土冈列阵，正对着贺若弼的大营。其余诸军由南向北，依次是镇东大将军任忠、护军将军樊毅、都官尚书孔范以及老将萧摩诃。众将各自统领各自所属的部队，南北长达20里，首尾进退，互不知晓。时间走到这里，陈叔宝实际上犯了2条兵家大忌。第一条，主不可怒而兴师，将不可运而制战，没有经过理性的分析和判断，完全凭陈叔宝个人一时兴起而主力进出。第二条，诸军之间各自为阵，没有指定可以同时号令3军的指挥者。有了这2条，双方的形势在出战之前就已经分出了高下。白土冈这个地方在现在南京紫金山的南麓，贺若弼一方大概是8000左右的兵力，陈军一方兵力保守估计应该在5万左右。战斗初期，陈军方面卢广达率部冒死直进，但萧摩诃因后主与其妻私通，毫无战意。
隋军方面在被冲杀死伤300余人之后，贺若弼命人纵烟自饮，迅速摆脱困境。又见陈军将士纷纷割取人头，以便邀功行赏，很快找到陈军薄弱之处，全力攻击孔范所部。孔范这位曾在陈后主面前扬言要建功立业，争取当上太尉的御前红人，表现出了其真实且无能的一面。被蜂拥而至的隋军一击即溃，其余的陈军望见孔范败走，也都跟着纷纷溃逃。正所谓兵败如山倒，南陈士卒哭爹喊娘，相互践踏，不可阻止。有5000余人死于乱军之中。老将萧摩诃于阵前被生擒活捉。贺若弼本来命令将其推出斩首，见到萧摩诃神色自若，转而亲自为之松绑，以礼相待。白土冈之战到此以陈军惨败而告终。陈将任忠败回建康，面见后主，说道：“官好助，臣无所用力矣。”那意思就是皇帝您好自为之，败局已定，我已经无能为力了。陈叔宝当即拿出不少金银，命其继续募集兵甲出战。任忠当下表示：“陛下为当据州级，救上流众军，臣以死奉位。”说为今之计啊，陛下应该赶紧备船离开建康，我豁出性命也要保护陛下。陈叔宝相信了任忠的话，当下命他出外布置安排，又下令宫女们收拾行装。等了好一会儿，也不见任忠回来复命。此时隋将韩擒虎正从新林向台城进发，任忠已经领着几个部下投降了大隋。来到朱雀门下，见到还有一些陈军想要抵抗，任忠纵马出阵，振臂大呼：“老夫上降，诸军何事？老子都已经投降了，你们还抵抗个毛线啊！”由此守军逃散，城门大开。隋军入城，文武百官各自逃命，唯有尚书仆射袁宪等寥寥数人留了下来。陈后主对袁宪说：“我从来皆欲卿不胜于人，今日但已追溃，非为朕无德，亦是江东衣冠道尽。一直以来，我对你不比别人好，如今场景只有你还留在我身边，对此我深感惭愧。不只是我失德无道，也是江东士大夫的气节已经丧失尽尽了。”隋军的冲杀声和市民的呼喊声越来越近，陈叔宝大感惶恐，急得围着御座团团乱转。袁宪劝后主说道：“北兵之入，必无所犯，大事如此，陛下去欲安之。臣愿陛下正衣冠，御正殿，依梁武帝见侯景故事。”说现在大势已去，不如像过去梁武帝萧衍见侯景那样，不要当缩头乌龟，给国家多少留些体面吧。那么陈后主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锋刃之下，未可交党，吾自有计。”那么他的计策是什么呢？在宫中找了一口自认为足以藏身的深井，说着就要挺身入井。袁宪等人甚至用身体挡住井口，劝他不要这么做，可最终还是没拦住。隋军入宫找不到陈叔宝，后来发现这口井好像有点不对劲儿，冲着井里喊话也没有反应，说那就往这个井里边扔石头吧。刚搬来石头，下面传来央求之声，费了好大劲儿给拽上来，一看，除了陈叔宝，还有张丽华和孔贵嫔，哥仨儿抱成一团，被隋军擒获。据说两位美人出井之际，有脸上的胭脂蹭到了井栏上，此后经年不散，后人就以此命名胭脂井。也有人因为陈后主丢尽江东脸面，把这口井称作汝井。不管怎么样，大隋平陈战役最终以陈后主被俘为标志宣告结束，南方各地也逐步告破。从东晋以来近300年的南北大分裂，在隋文帝杨坚的治下实现了江山一统。这正是当代人豪蜀霸先，文宣继统亦称贤，后庭一曲风流甚，断送东南半壁天。平陈战役之后，有2件事很有意思。晋王杨广听说了张丽华有倾国倾城之貌，很早前就心神向往。高炯是东线战场的副总指挥，攻下建康，杨广私下给高炯传话，
说攻入建康必留丽华，勿害其命。高炯到得建康皇宫之后，把张丽华找来说道：美固美矣，但太公蒙面，以斩妲己，我岂可留以误人？随后命人将张丽华斩于清溪，最后呢，葬在了秦淮河下游赏心亭的天井中。这是一件事儿。另外一件，当初陈霸先杀了王僧辩一家，唯独跑了王僧辩的次子王班。大隋南征，王班跟随韩擒虎夜渡长江，攻入建康，随后找到陈霸先的陵寝，刨坟掘墓，把陈霸先的尸骨给挖了出来，焚骨取灰，又把骨灰兑了水，搅拌均匀，一饮而尽。大仇得报之后，王班来到杨广的大帐前，自负请罪。杨广感念他的孝心，赦免了王班。这个王班后来呢，历任代州刺史、齐州刺史，得以善终。陈后主不理朝政，终日沉湎酒色，大臣们正直者少，奸佞者多，从而纲纪败坏，不可收拾，以至于敌兵压境，不听忠言，偏偏相信佞臣细谈，最终深辱国灭。故事讲到这里啊，悠悠南北朝的视频也终于迎来了尾声。通过23期的制作，大半年的时间啊，将南北朝错综复杂的历史呈现于大众面前。那么毕竟是一家之言，难免偏颇与局限。在此由衷的感谢所有观众的包容、陪伴、支持与鼓励。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从下一期视频开始啊，我会和大家聊一些相对轻松一点的话题。目前的计划是中国古代历史未解之谜，以及一些疑案、悬案、奇案。烽火赵东南这个频道目前以历史、传说、悬疑、宗教类的话题为主，每个周日晚间更新视频。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这一类的故事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